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。今天为大家简单点评一下09的留名领袖以及09的重点单卡及补强梳理。咱们先简单的评价一下09这个盒子。作为对标05的2周年周年盒，大家都猜到了四皇是会有4个漫画，但是没想到啊，海贼王是真有牌面，推出了特别的金漫画，应该是对标05的金签，同时呢更是有10种强力 SP。不得不让人直呼过瘾。不过单论对环境的影响的话，我个人认为是不及05对环境有影响力的。05中有大量的实用单卡，不但发售当时就对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，直到现在都还能广泛出现在当前环境的各大卡组中。而09虽然现在对环境的改变较大，但是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呀，新盒不出点强卡谁买呀？但是吧，09的新卡能对后续的环境产生多大的影响，这点我就要持有一个怀疑的态度了。归根结底是因为09的6个颜色基本都是在补强或者完善新领袖的新体系，而这些新体系的新卡中只产生了极小部分的对外泛用单卡。当新体系占用了大量的卡和卡位之后，势必就只能对外产生极小部分的新卡给其他领袖。因此09的单卡泛用率其实是不高的，09可能会是新领袖的高光，但是在新领袖没落之后，09又能给后面留下多大的影响呢？我们只能拭目以待。如果你想抢先体验09环境，或者抓紧练习表后环境，但是如果你身边没有能随时练习的朋友，想玩新环境的道友又离你相距甚远，再或者你就是单纯的不想出门，想在家犯个懒，都可以一起来试试决斗频段，一个帮牌佬随时随地打牌的好东西。无需下载任何软件，手机打开微信小程序，电脑打开官网，3秒注册完成，并且操作简单，1分钟上手，打开电脑架好手机即可开打。决斗频段内置多种游戏分类，可以满足不同游戏玩家的打牌需求。还等什么？快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，来决斗频段开心快乐的打牌吧！想打牌来决斗频段。说回正题，说完09的一个概述，咱们先来点评一下09的留名新领袖哈。第一个先说香克斯，毕竟面子果实能力者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刚公布新领袖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吐槽香克斯技能朴实的不像一个09的领袖，结果之后确实纷纷真香。无血尾6000头的稳定性那是可想而知的，在红色本来就缺资源的情况下，能有效的节约和换取对手的资源，能有效的增加红发的拉扯空间。同时香克斯更是本弹最强硬卡王，每次公布红色新卡我都得惊叹一句，我操好强，我操好用。之前就预测红发会是力打专飞型的领袖这下好了，给其他几个全都拍脑震荡了。不过因为红发依然不是红色战解析领袖，随从交换还是靠打，也很容易很快就会陷入到被动挨打的疲于应对的场面。正因如此，快攻才是答案了吧。巴基新一代的纯蓝超扑领袖，领袖技能虽然看起来很赚，在巴基眼里没有5费以上的角色，但实际会是个比较亏手的领袖。表面超扑，实则亏手，可能得搭配大量能赚牌的单卡才能比较舒服的打运营消耗吧。同时也会比较怕那些解场特别厉害的领袖，不然大哥这辈子上不来还挺尴尬的。好在09不兴解场，尼卡头是一开始被大家很看好的一个头，不过领袖技能也体现了他很明显是个在针对黑色战解析领袖的领袖。09的新卡也都很适配尼卡头，但我认为尼卡头更适合去抓黑色多的环境，现在红色多的环境可能没那么厉害，并且因为是4血领袖也没什么接场能力，面对快攻抢不一定扛得住。还有个主要问题，作为沾黑的领袖，莫利亚收益比较一般，期待大家后续的开发吧。罗宾作为流放头开始都被大家吹上天了，纷纷期待后续出什么配合卡结果没想到难怪是流放头被本家流放了。颜色搭配我是看好的，还有技能搭配我也是看好的，黄色紫色跳飞上大哥，然后流放配合扔手跳飞，拉着对面一起亏，怎么想都怎么厉害的头结果现在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专属本家卡，一切全看开发了，开发不出来大家可能又回去玩黄紫布丁了。奥德赛利姆时光律师终于又出绿紫配色了，好高兴啊。利姆应该是大家一开始最不看好的头了，横着登场等于没有速攻没有阻挡，但其实我真觉得还行。首先不是个纯的负收益的头，跳费加战怪的技能收益还是相当的高的，跳费稳定，并且本家角色身材效果也都算不错，先手直接就能369速出大哥，后手470选择还能更灵活，并且如果技能叫的都是5费角色，前期还真就不一定好处理。总体看起来我认为是个能开发的领袖，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本家没有紫色卡，得找个合适的外挂体系跟他配合。最后呢是黑胡子黑胡子大家一开始都说强无敌，但是我一直也不这么认为，直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个头很强。这个头的负收益是个比利姆的负收益要大得多的负收益，自己没有登场时效果，这一定是亏的吧？这首先就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掉的，然后是丢手发技能，这也是亏手的吧？发动技能能不能有一定的收益还不知道，所以黑胡子一定是个亏模的头，强不强也不能确定的头。但是我认为黑胡子虽然不会是环境主流，但是一定是个强力的环境搅局者。
你在构建卡组和思考打法时，一定要去考虑它的存在的这么一个领袖。我觉得之后的环境很容易出现，你构筑时考虑了黑胡子，那你就能赢他；构筑时没考虑，那就赢不了他的情况。领袖呢，就快速过一遍，给没看09的朋友们大概先了解一下09的背景设定。接下来带大家梳理一下09的单卡以及得到补强的领袖。管理先说 SEC， 先说罗杰啊，毕竟海贼王 OP 的牌面终于出现了，先许愿自己能开到金漫画哈。罗杰的效果呢确实强，用1000边换取了3个正面收益，增加了1000攻击力、速攻，还有一个特殊胜利条件，确实强无敌。但是因为是红色，所以可能不会特别泛用，因为10费怪对于红色来说还是太过于卡手了，并且在对方不是零血时，只是一脚很大的速攻又没有其他的收益，可能打死一个强就是最大的贡献了。所以罗杰虽然厉害，但是应该不会在构筑中大量投入。然后说路飞，不愧是正统男主哈，第2个自己的 SEC 了啊。说凯多的人家跟大妈一起不算哈。这张路飞呢，虽然感觉没有罗杰猛，但是一定在紫色中泛用性很高。第一点就是登场不归牌，登场抽1能弥补自己登场带来的手牌缺失。手牌是 OP 最重要的资源，这个点应该没有任何的争议。但是只是登场抽1可就太菜了。1万速攻也是大概率能打进去一脚，必定能交换到资源，可以说是相当不错。你说九凯也是1万速攻，怎么就不行了？虽然凯多能 K 个6帮助返场，但是炸5个东的代价会极大程度的影响自己下回合的正常展开。路飞虽然不能接上，但是只炸1个东的代价基本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，说白了还是9费敢直接下就很舒服了。因此回头建议大家是罗杰收1到2，路飞收3到4。接下来按颜色说，因为09基本都是在先出各自的体系，所以本次呢我会简单介绍一下新体系中可以拿出去使用的泛用卡，以及帮大家梳理一下有哪些领袖得到了哪些补强。首先是红色，红色就是红发的红发海贼团，但是红发本家除了我马哥和艾斯都非常想要的岛被锁了头以外，其他的强力单卡其实都是不锁头的，比如10费的香克斯，速攻加持续的霸王色霸气，对面场上角色越多收益越高，感觉红子路飞要是用上应该得爽翻了。然后是本杰克曼还有耶稣布，本杰克曼登场时扔个6000，又是就他妈的你叫黄猿是吧？配合马哥头呢就能扔8000了啊！最关键的是还有1000边啊，不卡手。耶稣布这个给头加1000，在红色里也是非常实用，有位置都可以带。之后是一张真正的红色泛用卡啊，年轻时的雷利。首先5费6000阻挡者就已经不能说亏了，然后呢，如果再能抓2扔1，就简直赚翻了。估计能跟紫色的奎因一样，以后真红都下4了。本次红色还特意加强了红紫基德，我把紫色卡也一并放在这里展示了，之后紫色我就不说了哈。说实话，我真的认为这波基德的补强都补得挺到位的。2张3费的补强能让基德不在第2个回合为自己4000头而感到困扰。新的2000边呢，也是让基德终于有了本家的第2个2000边。重置基拉更是让基德最大打出18000、2万2角，比绿基德都带劲了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自己研究研究试试。接下来说绿色，绿色是真直接，要么锁头，要么是必须场上有2个以上的休息状态的角色，也基本就是半锁头了。因此基本可以说本次绿色的奥德赛单卡没有任何的泛用性了，那么绿色就只剩下一张给其他领袖出的卡了，就是这张检索佩勒纳。对于这张卡我的评价是强无敌，我认为这张佩勒纳给以绿黑鬼船为主的佩勒纳，或者以绿蓝王下七武海为主的索山或者克拉松都能有不错的发挥，其中发挥最好的应该是佩洛纳，然后是克拉松。因为这个佩洛纳虽然是看5拿1，但是因为之后要扔一手，所以其实是亏牌的。因此如果领袖没有赚资源的能力，其实我是不建议投入的。而绿黑佩洛纳，一个是一般会搭配和之国，有丰富的赚资源能力，另一个是佩洛纳本身堆木比较慢，这张检索佩洛纳的堆木特性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弥补和缓解。克拉松则是手牌少了，头能再立起来，可以辅助控制手牌数量。所以如果有跟我一样很喜欢佩洛纳和克拉松的，回头记得一定要收4哈。蓝色的十字工会体系呢，跟红色差不多，没什么锁头卡，基本其他领袖也都能用。不过这其中比较厉害的应该就是这张6费的鹰眼了，阻挡者登场抽2扔1啊，朴实无华的好用。其他蓝色有补强的领袖，红蓝马和娜美。先说马哥吧，因为马哥这波补了跟没补其实区别不大。主要的补强有2张，3费的乙藏还有3费的小马哥。首先这个乙藏是攻击时我就觉得不合理，攻击时效果还是4000身板，我就更觉得不合理。然后虽然能双词条检索，但是检索完了还要扔一手，这亏牌检索是吧？这从头到尾都透露着不合理，我只能说你不想补可以不用硬补，真没必要。然后是这个小马，倒是很符合小马哥死了涅槃的一贯风格，但是只能说是属于能用但不一定会用的类型。娜美的补强也是2张，一个是娜美，一个是反击事件水蒸气杀人事件。这个娜美也是攻击时我是真不想吐槽了，不想补可以不用硬补，真没必要。
但是事件还不错，帮助控制手牌数量，还能快速堆木，之后应该会被投入，又多了一种扔手上全明星的手段。紫色除了紫草帽，红紫基德之前说过了啊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09紫草帽的泛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山治和弗兰奇这2张卡上。山治呢就是过墙斩杀啊，非常好用。弗兰奇则是紫色的又一补牌手段，不过炸两东确实有点太痛了。前期如果不是手牌特差，应该不会上。不过4费倒是可以配合莫利亚进行好一波的转牌。不过实话实说就只是转牌了，其他啥事儿都没干，也挺无语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说黑子路飞明明沾黑，却和莫利亚没有什么好配合的主要原因。剩下的还有一张，这个减中之后翻译应该叫做江波尔。原本可以用于红紫罗内战啊，接对面的黑马布林。现在的话，可能能在黑紫禁里有所发挥吧。黑色部分跟绿色基本一致，除了本家自己用的，外人基本都用不了。不过倒是给莫利亚出了张新卡，这个4费的莫利亚，算是进一步的提高了莫利亚本家的浓度。同时为了配合他，也可以适当投入一点2费人，或者直接叫个辛朵利堆5也不错。毕竟莫利亚已经好几个版本没有补强了，有能用的新卡就不错了。最后是黄色啊，黄色是真的神奇啊！之前大家都在猜怎么给罗宾出新卡啊，这下好了，不给罗宾出新卡，直接化身百家反领袖了。我一度觉得把安妮路的构筑搬过来给罗宾直接用都行啊，家人们真的是无语死了。吐槽归吐槽，这2个锁头的2000边还行吧，能用就是了。角色罗宾的效果确实不错，还很泛用。以后打黄色只能保凉血打了。不过这次黄色我是真的没想到啊，补强革命军最大受益者一定是红黄萨博和红黄贝蒂这2个领袖了。不过因为大部分触发效果都是双方无血以下，可能偏向强血的贝蒂会更契合一些。但是其他的没有要求的或者费用更高一些的，比如阻挡2扫、期间的萨博，应该更契合红黄萨博一些。弹头岛也是又吃到补强了啊！我倒要看看这老头能吃补强吃到什么时候。平心而论，这次2张都还行。山治的触发呢是个2亿符，关键时刻狗一血保不齐就能翻盘。布鲁克则是能限制对方的手牌，属于变相的减少资源差了。最后一个特殊单卡啊，这个4费的轻质，我感觉应该是给黄黑巨鲁士用的，毕竟属于是配合结场体系的单卡，效果是真的强啊。以往卡尔这种的结场其实并没有减少对手的资源，但是这个小轻质其实是打掉了对面一手资源的。看看这张卡能不能拯救黄黑的战解析吧。至此09单卡以及得到了补强的领袖呢，就带大家过了一遍了。09因为都是在加强对应的本家体系，泛用卡可以说是很少很少。说实话，我一度觉得对后续环境的影响力都不如08，但是这几个领袖目前倒是都还不错，至少09是新领袖的时代。关于开盒建议，冲着5个漫画10个 SP， 我劝你们不开肯定也是劝不动，对吧？量力而行吧。好了，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